你就在那里，站在自己思想的十字路口。有一次，心跳加速、冷汗直流，不是因为迫在眉睫的物理危险，而是因为做出错误决定的可怕幽灵，一个萦绕在你每个念头中的阴影。在你唯一的人生中，你已经牺牲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在分析瘫痪的祭坛上？有多少本可以决定你命运的机会，在你无休之地、痴迷地权衡每一个利弊时，像烟一样消散了。你需要明白，这个精神囚笼，这种选择完美道路的自我折磨，并非谨慎的标志。这是你的思想未经训练，没有系统，在与自己进行一场残酷而沉默的内战，其中唯一的受害者是你的潜力。这种痛苦已成为你持续的伴侣，一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破坏你内心平静的背景噪音。每一个选择，从最微不足道德到最终大的，都变成了对你价值的审判。你在一个根本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确定性，将你的安住外包给未来的结果，一个你无法控制的未来。如果选择带来成功，你会体验到短暂的解脱；如果导致失败，会很和内疚的沉重负担会吞噬你，加剧下一次决策的恐惧循环。你获得向不确定性的认知，对情绪的起伏和对外部认可的绝望需求做出反应，迷失在你亲手用鱿鱼的一砖一瓦建造的迷宫中。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存在一种心智技术，它不是在霍古的实验室里锻造出来的，而是在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淬炼而成的，旨在在绝对的混乱中带来手术般的清晰。今天你将学到的不仅仅是技巧或窍门，你将被介绍一个完整的决策操作系统。我们将在你的头脑中安装4多个决策者的4个镜头。这是一个将焦虑转化为行动，将恐惧转化为力量的武器库。在我们开始这次转变之前，请做出决策者的第一个动作：订阅这个频道，加入一个寻求清晰的头脑军团，并评论了正在从那个城市或国家掌控一切。解决这场内战的方案不是一种新的生产历史上或肤浅的心理学技巧，它是一种古老的哲学，在人类意志的最极端压力下经受了考验。4多个主义。但请忘记那些被动接受命运的百户子老智者的形象。我们将在这里探讨的4多个主义是他真正的构想，一种武器，一个强大而使用的操作系统，为那些需要在混乱、瘟疫和战争中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的智慧官、皇帝和公民而设计。这不是历史课，这是心之武器库的训练。我们正在打开那些建立并领导一个帝国的人的工具箱，他们依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种思想的清晰，是他们能够在周围世界燃烧，是有目的的行动。现在，让我们进行必要的战略中构。4多个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压抑你的情绪以变得冷酷，而在于组织他们意识现战略坚定。你来这里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大历史智者，而是成为自己清晰度的工程师，把它想象成你意识的软件升级，一种心智技术，让你不再是生活中点拨的两孔乘客，而是成为多手双手尽我穿多。目标不是每次都才对结果，这是一个诸场你焦虑的不可能的目标。目标是建立一个如此见识、如此根植于你自身价值观和理性的决策过程，以至于你在选择本身中找到平静和信心，无论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风暴。为了巩固这个想法，我们求助于建筑大师，是艾比克泰的一位从努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4多个派哲学家之一的人，给了我们所有教会中最基本和最强大的知识。他说，生命中的主要人物很简单，识别和区分事物，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对自己说，那些是外在的，不受我控制，那些与我真正控制的选择有关。这不仅仅是一句引言，它是你心智工作室的图表蓝图，它是所有决策工程的第一原则。掌握这种区别，是区分那个延美在无用担忧中的业余爱好者
和那个只将精力集中在他确实能建立持久东西的地方的大世纪建设者的关键。是时候装备你的第一个镜头了，这是所有镜头中最基础的一个，是所有文件决策建立于其上的基础。这就是控制过滤器的镜头，也被称为控制而分法。其原则极其简单，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决策中，你都必须以受主办的精确度区分完全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和不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物。第一类是微小的，归结为你的选择、你的判断、你的行动和你的意图。第二类是严阔的、无限的，并包含其他一切，你行动的最终结果、他人的反应、经济、天气、运气。选择的建筑是将他的精力痴迷地集中在第一类上，并挹注进接受第二类。这里出现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你的头脑被条件化去做恰恰相反的事情。现代社会叫我们崇拜结果，我们得到的奖励不是因为努力或意图，而是因为可见的成功。这会产生一种麻痹性的焦虑，因为你那渴望安全的原始大脑会拼命地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事物。它产生担忧，创造在男性的情境，并试图预测每一个变量，相信如果他提前承受足够的痛苦，他就能以某种方式住在未来。这是驻场你瘫痪状态的巨大幻觉。相信担忧是控制的一种形式，它不是，它只是一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悲剧的排练。这种控制外部的欲望也是一种自我陷阱。你的自我会低声说你是特别的，如果你足够聪明，如果你计划的足够周全，偶然的规则就不适用于你。它说服你将自我价值与你决策的结果联系起来。当时轻进展顺利时，自我膨胀；当时清楚错时，他会用内疚和悔恨攻击你，说你本应该知道的。这种动态将你变成风中的一片鞋子，被运气跑来跑去。你的情绪完全受制于那些过去和现在都远超你管辖范围的因素。只有当你将自我从结果的灯饰中移出时，和平才有可能。把你的头脑想象成一个工作室。普通人既不确定性的认知，允许他的工作是一片混乱。恐惧和焦虑的生锈工具随处散落，别人的项目堆在角落里，门打开照，让人和外部意见进来，制造更多的混乱。他试图在这片混乱中建立他的决策，使用他无法控制的材料，比如他朋友的认可或未来利润的保证。结果总是一个脆弱、不稳定的结构，准备在风暴的第一个迹象、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面前崩溃。他责怪风暴，却没有意识到问题处在基础上。另一方面，选择的建筑是开始他的工作室，会锁上工作室的门。他首先清理空间，通过呼吸和专注来平静心灵。然后他拿其他的第一个工具控制过路器，并开始整理一切。他只把能控制的东西放在他的工作台上。他对项目的意图，他努力的质量，他计划的完整性，其他一切，外面的天气，下个月材料的价格，评论家的意见，他都放在一个单独的架子上，标记为的观察，但不要哄摸。他明白他的精通不在于控制天气，而在于建造能够抵御他的东西。想象两个弓箭手瞄准同一个目标，第一个痴迷于集中靶心，他的心思在结果上，他担心风，担心锯齿，担心事物的可能性，他的身体变得紧张，呼吸变得浅薄，他的减肥出去受到他焦虑的影响，没有集中目标，他诅咒自己，他的信心破碎了。第二个弓箭手受过4多个哲学的训练，专注于一个不同的过程，他的心思完全在他的行动上，稳固的姿态，他拉弓的方式，他呼吸的平稳，释放的确切时刻，他在每个可控的步骤中都做到最好。一旦坚持开弓，他艺术经的接纳观察他飞行，箭将落在那里不再完全由他控制。一阵意想不到的狂风可能会使他偏迟，
目标可能会移动。4多个主义者知道这一点，他的满足感，他完成任务的感觉，不是来自己终目标，而是来自他执行了完美依射的确定性。如果箭击中了，很好；如果没击中，他不会绝望，他只是分析他的过程，调整他能控制的，并以同样的平静和专注为下一射做准备。他的内心平静不受结果的影响。这是当你应用第一个镜头是获得的力量，你将自己从目标的保证中解放出来，并在你自己攻坚的完美中找到自由。通过应用这个残酷的过滤器，你开始感受到一种基石而深刻的解脱。你以前浪费在担心老板的反应、交通或全球经济上的精神能量被立即重新定向，这就相关比你大脑浏览器中几十个不必要的标签，让操作系统以你多年未曾体验过的速度和清晰度运行。你变得更加专注、更加聚焦，并且效率无限提高，因为你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它真正能产生影响的唯一一点上。现在，你的行动，这种每日的分池联系，在你内心建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筑境核心。外部世界可以继续其混乱的进程，伴随着它的危机和不可预测性。人们可能会以你不赞同的方式行事，结果又是可能会令人失望。但这些都无法穿透你的内心城堡，因为你的幸福不在于这些事物相连。你找到的自由不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而是在清楚地理解什么是你的问题，什么不是。这是你信心直接构筑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应用这个镜头，改变了你与失败和悔恨的关系。失败不再是你不足的证明，而仅仅是关于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变量的反馈。悔恨，那种我本应该做的不同的痛苦，也随之消散，因为你知道你在当时拥有的信息和能力下做出了最好的决定。你根据决策过程的质量来评判自己，而不是结果的运气。这给了你做出更大胆决定的勇气，不为恐惧的行动，因为你作为人的价值不在每一次选择都岌岌可危。最后，掌握控制过滤其实是先情感自给自足的第一步。你不再寻求外部验证，因为唯一重要的验证来自内部。你以最好的意图、最大的努力，并基于你的原则行事的意识，你成为自己安全的源泉。世界可以给你结果，但不能给你和平。和平是你建造的，在你的心智工作室里，通过不懈地专注于唯一一件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这里夺走的东西，对你自己选择的力量。因此，你作为选择建筑师的第一个人物是明确的。对于每一个让你瘫痪的决定，对于每一个消耗你的焦虑，拿起这个镜头，提出那个无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要在我的直接控制之下，要诚实，要残酷，清单会两人地断，而正是在这个小清单上存在着你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责任。像激光一样聚焦于它，充满信念的行动，然后放手其余的，让宇宙来处理它的那部分。这是第一个也是最解放的真理。既然你已经建立了监视的控制基础，现在是时候装备第二个镜头了。这个工具看起来违反直觉，但在综合恐惧方面却非常有效。这就是未来模拟器镜头，4多个派称之为对不幸的预谋。当普通人的思维拼命地试图积极思考并避免任何负面想法时，选择的建筑师却翻其道而行之。他平静地走向最弊的可能情况，不是为了吓唬自己，而是为了做好准备，并最终接触恐惧的武装。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天生的本能是逃避痛苦和卜卦，包括精神上的卜卦。思考最批的情况，事业、关系结束、项目失败，会在我们的大脑中轰发警报。我们相信，通过避免这些想法，我们是在保护自己。但我们实际上所做的是赋予这些恐惧力量，它们变成了黑暗而不确定的怪物。正是因为我们从未正视它们而困扰和麻痹我们。
你感到的焦虑并非来自屁事发生的可能性，而是来自你拒绝直面它，完整的看待它。不确定的恐惧远比任何具体的现实更可怕。当你拒绝想象可能发生的最屁情况时，你的头脑会用夸大和非理性的灾难来填补空白。你成了自己创造的幽灵的认知。对不幸的预谋的时间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它是在黑暗的房间里点亮一盏灯的行为。你可能不喜欢你将看到的，但至少你会看到真正存在的东西，并且你会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个怪物只是房间角落里的一堆衣服。清晰，即使是负面结果的清晰，也总是比较路的迷雾更可取。让我们回到建筑的比喻，在工程师建造一座桥梁之前，他不仅仅是想象开幕那天的阳光明媚，他会进行压力模拟。他让虚拟项目经受飓风、地震、前辆卡车的重量。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悲观，而是因为他是一名专业人士。他想在模拟的安全环境中发现项目的弱点，以便在第一根装备打入现实世界之前加固它们。你的头脑必须成为那个模拟器。通过遇见困难，你增强了对抗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被他们击垮。那么，你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这个镜头呢？拿起那个让你瘫痪的决定。现在，不要逃避，而是想象最现实的最屁结果。不是陨石坠落，而是真正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加薪而老板拒绝了，如果你开始那个生意而在头6个月没有盈利，如果你邀请某人出去而被拒绝了，沿着这条时间线走到底。之后会发生什么？你会如何反应？你具体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你有什么资源来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向谁求助？在做这个联系时，2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首先，你意识到最屁的情况几乎总是比你想象中的不确定的恐怖更容易忍受。痛苦可能是真实的，但生活在继续。你会活下来，你会适应，你会找到一条新路。那个让你瘫痪的灾难原来只是一个障碍，一个绕道，而不是一个悬崖。当恐惧面对一个计划时，无论多么简单，它都会失去力量。清楚地知道你将如何处理失败，会给你追求成功的勇气。第二个发现甚至更强大。在模拟负面情境时，你常常会发现减轻风险的方法。这个联系迫使你思考应急计划。如果我失业了，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更新我的建立，并建立一些联系。如果生意不成功，我将学到这些特定的技能，可以应用到别处。预谋不仅仅是接受最屁的情况，更是积极地为最屁的情况做准备，以便莫一发生，也不会那么糟糕。你将被动和麻痹的担忧转化为主动和赋能的准备。塞涅卡，伟大的斯多哥派大师之一，建议他的朋友们每个月花几天时间过最基本的生活，吃简单的食物，穿旧的衣服。目的不是自虐，而是训练头脑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如此害怕的东西吗？通过资源体验一种更温和的逆境，他为自己接种了对抗式弱恐惧的疫苗。他明白他的韧性和内心平静不依赖于他的财产或地位，而依赖于他挂印的能力。你可以将同样的原则在精神上应用于任何决定。这个镜头也把你从有毒乐观主义的保证中解放出来。现代文化用只要积极思考的想法轰炸我们，但希望本身并不是一种策略。选择的建筑师是一个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期望最好的，是的，但为最坏的做准备。这种准备不会减少他的雄心，相反，他会助长他。这是让他能更有信心地走钢丝的安全网。知道你能在摔倒后幸存下来，会给你尝试穿越的勇气。持续应用这个镜头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大胆的平静状态。你在行动上变得更大胆，因为失败的幽灵不再困扰你。你已经面对它，剖析它，并为它制定了一个计划。恐惧曾经是你的狱卒，现在成了你的顾问。他向你指出风险，而你不是退缩，
而是感谢他提供的信息，并用它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策略。你在世界上行走，不是带着相信屁事不会发生的幼稚，而是带着知道自己能应对任何发生的事情的信心。因此，你的第二个任务是成为你心智模拟的工程师。对于每一个重要的决定，花时间运行对不行的预谋程序，故意走到最屁情况的悬崖边，向下看，感受微粒的寒意，然后平静地开始为你可能的坠落制定行动计划。你会发现，通过伪装机做准备，你建造了组织你坠落的翅膀。这是你成为选择建筑师之路中第二个强大的工具。随着控制的基础建立和恐惧的总和，是时候安装导航系统了。第三个镜头是你的内在罗盘，将你的决策与斯多葛主义的四大树要昧的对齐：智慧、正义、勇气和价值。如果前两个镜头清理了场地并移除了障碍，那么这个镜头则绘制了地图，并指向了真正的北方。一个决定可能看起来很好，可能看起来有利可图，可能看起来很受欢迎，但如果它与你的美的不符，那就是一个陷阱。这里的冲突是容易知识与正确知识之间的斗争，是便利知识与有的知识之间的斗争。社会常常推动我们根据外部指标做出决策：金钱、地位、社会认可、即时快感。便利的声音响亮而诱人，而美德的声音往往是无声的地狱。遵循内在罗盘要求你忽略外界震耳欲聋的噪音，并相信一个只有你才能感受到的衡量标准。它要求你将你的品格置于你的书挂之上，这是一个未经训练的头脑很少愿意做出的选择。这个系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极大地简化了最复杂的决策。当面对一个令人瘫痪的困境时，选择的建筑是不会迷失在无穷无尽的利弊清单中。相反，它通过4种美德的筛选来审视这个决定，问自己4个简单而有力的问题。这个过程将决策从焦虑和猜测的领域转移到清晰和品格的领域。问题不再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而是我这样做会成为谁。这是定义大世纪建设者的范式转变。罗盘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行动是明智的吗？对于斯多葛派来说，智慧不是拥有高智商或知道很多事实，它是能够入世地看待现实，清晰客观，不受恐惧、贪婪或自我的扭曲。它是在生活的复杂性中用逻辑和理性导航的能力。要应用这个过渡期，你必须问自己：我是根据事实和理性做出这个决定，还是受到了短暂的情绪、外部压力或幻想的影响？在这里，抛开所有情绪噪音，最合乎逻辑和深深的行动方案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行动是公正的吗？斯多葛派的正义超越了法律，它是指在行为上对人类社区的其他成员保持正直、善良和尊重。这意味着不仅要考虑你的行动对你自己的影响，还要考虑对你的家庭、你的团队、你的社会的影响。一个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是你受益的决定，根据定义，对于选择的建筑师来说是一个屁决定。要问的问题是：这个选择是否尊重我对他人应尽的义务？它是否公平公正？我是否会自豪地向我身为尊敬的人解释这个决定？第三个问题是：这个行动需要勇气吗？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面前决定做正确的事。很多时候，智慧和正义的道路也是最艰难的道路，它可能涉及风险、卜卦或对抗的可能性。勇气是给予你力量去做正确事情的美德，即使这很可怕。在分析一个决定时，你必须问自己：我是否仅仅因为害怕而避免一个选项？那条路即使更难，更符合我渴望成为的那个人。这里的勇敢机会在哪里？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行动是价值的吗？价值或诚可值是自我控制和平衡的美德，它是地质国度并有记录地行动的能力。在一个种上，更多金钱、更多消费、更多刺激的世界里，
价值是一种激进的力量行为，它适用于所有领域，从你的财务和健康到你的情绪反应。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决定是冲动的产物还是有意识的记录？它将我印象平衡和自我控制，还是将我推向过度和混乱？把这些美的想象支成你内心平静无定的4根支柱。任何违反其中1根支柱的决定，都会损害整个结构的完整性。选择的建筑是明白，真正的幸福和自信不是来自外部结果，而是来自他正在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见识品格基础之上的确定性。这种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虽然结果是不可控的，但美的始终在你的控制之下。你可能无法保证成功，但你总能选择以智慧、正义、勇气和价值行事。这个过程将决策从压力的来源转变为时间和加强你品格的机会。每一个选择都成为美的健身房里的一次锻炼。你开始建立一种道德肌肉，使你更强大、更有韧性。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做出小的有德性的决定，是给予你在生活考验你是做出大的有德性的决定的力量。你不再问自己世界能给我什么，而是开始问自己美的要求我什么。通过将你的行动与这个内在落盘对齐，你培养了一种不受他人意见和判断影响的自信。你的自尊不再依赖于外部的认可，而是依赖于你对自己品格的内部评价。当你知道自己行事正直时，批评就失去了伤害你的力量，赞美变得令人愉快，但并非必要。你在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忠于自己内在的北方中找到了一种深刻的自由。因此，你的第3个人物是校准你的落盘。对于下一个让你犹豫不决的决定，停止列例比清单，拿起你的落盘，问这4个问题。诚实的回答。明智、公正、勇敢和价值的选择将会现出来。它可能不是最容易的选择，它可能不是最受欢迎的选择，但它将是你的选择，它将是塑造品格的选择。而对于选择的建筑师来说，这才是最终唯一重要的衡量标准。既然你已经通过控制过滤了你的选项，为最弊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你的方向与美的对齐，现在是时候应用最后一个镜头了。这个镜头带来和平与视角，这就是从上往下看的镜头，即将你的意识提升，不是在当下焦虑的显微镜下看待你的决定，而是通过宇宙的望远镜。这是一种将自己从问题中抽取出来，知道它所小到其真实大小的时间，在宏大的计划中往往是微不足道的。这个镜头所处理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我们的问题看起来巨大，因为它们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宇宙的中心。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放大眼前的威胁，并对我们当前的担忧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要性。这种隧道师也是把小障碍变成不可逾越的山脉，把日常决定变成生死有关问题的原因。我们在被水风波中溺水，因为从近处看，那被水就像一片海一样。马克·奥勒留这位皇帝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不断联系这个联系。他提醒自己要像漂浮在人类事物之上一样看待他们。他思考在他之前来的眼阔时间和在他之后将来的无限时间。他将地球想象成眼阔黑暗空间中的一个小点。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感觉渺小和无助，而是为了获得正确的视角。他意识到，罗马宫廷的阴谋、边境的战斗和他自己的个人焦虑，虽然看起来巨大，但在宇宙的历史中不过是眨眼之间。应用这个镜头是一种有记录的想象练习。当一个决定让你不堪重负时，闭上你的眼睛，开始提升自己，看到你所在的房间里的自己，再升高一些，看到建筑物、社区、城市，继续上升，看到你的国家像大陆上的一个半点，大陆像地球拼图中的一块，看到地球这个蓝白相间的球体静静地漂浮在太空中。现在从这个有利位置回顾你的问题，
关于改变职业的决定，或对一次艰难对话的恐惧。从这个高度看，那个问题的情感负担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这个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你赋予那个决定的压倒性、重要性开始消散。那紧紧抓住你胸口的焦虑松开了，你意识到这个选择，这个似乎定义了你整个未来的选择，只是成千上万步路程中的一步，而生命本身只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眼阔整体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你的生活或你的选择变得毫无意义，相反，它让你能以更轻松和更勇敢的心态去做出它们。它以除了完美选择的麻痹性重复，代之以对自己生命流中角色的注境接纳。这个视角也培养了谦逊和同理心，从高处看到整个人类，你意识到舒适一起他人在此刻正面临他们自己的十字路口，他们自己的恐惧和他们自己的希望。你的问题，那些看起来如此独特和鼓励的问题，与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联系在一起。这帮助你不再那么认真地看待自己，并以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对待他人。正义，斯多葛派的第二种美德，成为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观的自然结果。想象一下，选择的建筑是看着整栋建筑的蓝图，他不会痴迷于一块砖或一扇窗，他理解每个元素如何融入整体设计。从上往下看的视角，让你能看到你生命的蓝图。当前的这个决定只是一块砖，重要的是要把它砌好，使用其他3个镜头，但它不是整栋建筑。这个是教组织，你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复制，或因为害怕把一块砖砌得稍微外泄而陷入瘫痪。整体设计足够坚固，可以容纳微笑的不完美。除了在空间上抽刺，你也可以在时间上抽刺。问问自己，1年、5年、10年后，这个决定的真正重要性会是什么？答案几乎总是非常小。这个简单的心理问题具有平息即时焦虑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帮助你区分今天的我来的偏好和未来的我来的有限事项。很多时候，当我们为了成为10年后想成为的人而行动时，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最好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现在的恐惧。定期联系这个镜头，会在你身上培养出一种平静，一种不受日常生活起伏干扰的心理平静。你变得像一座山，当云彩，你的情绪、你的问题、你的担忧经过它时，它保持不动。你不否认云彩，但你也不认同它们。你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并让它们顺其自然，直到你意识的蓝天始终在它们背后。这是超越理解的和平，是来自视角的和平。通过将这个镜头与其他3个结合起来，你达到了斯多葛派决策者的理想状态。你专注于你能控制的，镜头1，为那些你不能控制的做好准备，镜头2，根据你最深层的价值观行事，镜头3，并保持一切在挂档的视角中，镜头4。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保护你免受焦虑、瘫痪和悔恨的心灵堡垒。你变得能够以一种以前似乎无法企及的清晰和自信做出艰难的决定。因此，你的最终任务是成为你自己意识的宇航员，在敲定任何重要决定之前，踏上这段路程，提升自己。从地球的轨道上看你的生活，思考时间的好汉，让宇宙的尺度吸取你的焦虑，带给你视角的清晰。记住，你比你的问题更伟大。然后带着这份和平与谦逊回到地球，做出你的决定，不是作为恐惧的认知，而是作为宇宙的公民，一个真正的选择建筑师。现在你拥有了这4个镜头，控制过路器、未来模拟器、内在落盘和从上往下看的视角。这些不仅仅是理论，它们是日常使用的使用工具，它们是思想的建筑大师留给你的遗产。困扰你的优柔寡断，仅仅是没有正确工具，就是突建造的结果。现在，你的心智工作是装备齐全了，建立一个清晰、有目的和内心平静的生活的力量。
终于掌握在你手中。使用这些工具，行动，建造。没有行动的知识只是你头脑中的4种。你看了，你学了，你感受到了这些话语中的真理，但真正的转变只有通过承诺的行为才会发生。这不是对我的请求，而是对你自己的生命。这是你停止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成为建筑师的时刻。因此，你作为建设者的第一个行动是进入评论区，铸造你的力量生命。不要只是写，而是要生命，带着签署新生活项目的人的意图。我是我选择的建筑师。你输入的每一个字母都是你新身份基础的一块砖。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评论，这是你的实验。如果你独自前行，这条路可能是孤独的，但今天你发现有一个像你一样选择清晰而非混乱的心灵军团。点击订阅按钮不是关于关注一个频道，而是关于乳物，是关于举起手说，我属于这群思想者、建设者、决策者。当你对自己的新身份感到强大时，你的下一个责任是分享这个信息。想象你认识的多少人仍然被困在瘫痪中，默默地在十字路口挣扎。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一次惦记，它是为另一个不确定性的囚徒伸出一张地图，是一种领导和正义的行为。最后，如果这个信息与你灵魂的结构产生了共鸣，留下你的赞作为一个信号，一个选择建筑师的原则，现在已成为你准则一部分的印记。为了让我和我们整个社区知道是哪些建设，这完成了这个初步训练的全部内容，请发表第2条评论，简单直接。我坚持到了最后。这是我们相互识别的方式，识别那些不寻求轻易解决方案，而是追求完全精通的人。看看其他像你一样的评论，你不再孤单。现在去开始建造吧。项目就是你的生活，工具就在你手中。